刚做好的下午茶，紫苏桃子姜还有姜撞奶，和你们分享一下我简单的过程。就很多人问为什么这3样东西放在一起可以制作甜品，一切皆有可能啊！大家有没有吃过？没有吃过你来湖南试一下，真的味道是很好吃的。就像很多人不太能理解为什么水果要放辣椒、甘梅那一些，这也是地方特色嘛。用的是这种脆桃，表面有一点小绒毛，要搓洗干净，再用刀一片片撇下来。前2天做了烤肉，中间煮了一个酸菜红豆汤嘛，很多人都不能接受，下意识就会觉得红豆和甜品是放在一起的，但是红豆本身是没有味道的，赋予它什么味道，它就会变成什么味道。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云南跟贵州那边试一下，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的。它是用腰豆煮出来的。今天这个我又怕你们说成是黑暗料理，又是桃子又是那个姜的，这个是紫姜，我给它刮成片了啊，你可以多放。然后撒一点盐，然后1手心的白糖，这2样其实的目的就是给它腌软一点，然后腌出桃汁和姜汁。这个是紫苏，在湖南这边的话呢，它是可以焖小龙虾，也可以焖鱼，但它同样可以用来做甜品。给它切成细丝以后，只要叶子加一点盐和糖，一定要多揉搓，它才能出那个特殊的香味。然后还有汁水也是红色的，一起倒进去。这个是半碗的米醋，倒进去。半碗的白糖倒进去，半碗的纯净水倒进去，就是这个比例哈。我每一年的口味可能都会有一点变化，以前会多加一点盐，那今年的话呢，这个酸甜度我觉得是可以的。白糖融化了，你试一下这个汤汁，你看一看符不符合自己。有些人喜甜，有些人喜欢偏酸，有些人又喜欢咸一点，那可能你就自己去调节。然后这边杨梅也是当季的嘛，你可以用盐水泡一泡，你放进去一起泡着，它有一点杨梅的那种香味，酸酸甜甜的，也是很好吃的。有些朋友也会把杨梅用那个白糖腌一腌再倒进去，有杨梅汁，做法大差不差，看自己经验跟口味去调节。这个腌好了以后，你一定要放到冰箱去冷藏腌制。吃完了以后，这个汤汁你还可以继续泡的，反正刚好周末放假，你们可以在家里面去试一下。这边我买了水牛奶，我要给自己做2碗那个姜撞奶，同样的做法，只是没有加奶粉，就煮到稍微有一点冒泡了，1勺的姜汁，把牛奶冲进去。哇，这个水牛奶做出来真的，怪不得是广东特色小吃。我可能接触的这种美食系列比较多哈，所以很多做法我都是很能接受，然后又很保持这种热爱跟惊喜的。也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分享，或者是共同品尝一下各地不同的美食文化。今天是湖南的紫苏桃子姜，如果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去尝试一下，酸酸甜甜的，带一点点咸味。然后这个是我的下午茶，现在是2点20多分吧，我就已经开吃了哈，你们看到可能就3点钟了。也祝大家端午节安康。晚餐如果我做了我就更新，没做就不更新了哈，拜拜。